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我们来看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我想跟他结婚，可是他想和我一直保持这种只恋爱不结婚的这种方式相处。我觉得既然他爱我，就应该给我个名分。3年来，我对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除了一张结婚证，我几乎什么都可以给他。而且之前我们也说好了，不结婚，不要孩子，但现在他却反悔了。他现在一直不娶我，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也有我的压力。我曾经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虽然还相信爱情，但不再相信婚姻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再走进一段婚姻感情当中，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女嘉宾为逼婚而来，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有请。赵先生41岁，来自辽宁个体；宋女士28岁，来自吉林个体。有请2位，有请。赵老师好。好，赵老师好，好，4位老师好。今天是你要来告诉他说不娶他，还是你要来告诉他说你得娶我呀？今天是我要来的。哦，是逼他娶你是吗？我是这么想的，我俩在一起交往已经3年多了啊，他对我一直也非常好，而且我父母也非常着急结婚这个事儿，所以我一跟他提这个事儿，他就拒绝结婚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想不想和我结婚？不是我拒绝的问题，赵老师，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们2个认识的时候，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在我离婚之后呢，我还相信爱情，但不再相信婚姻了。当时他跟我说，他也想丁克，而且也是不婚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俩才走在一起的。结果在一起3年，他现在就要求必须要结婚。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吧？对。孩子今年多大？17岁。男孩女孩啊？男孩。跟妈妈还是跟您啊？跟着我。房产什么的您有吗？我名下没有。这个我咋理解？我父母有房啊，然后在我离婚之前，跟我前妻一块儿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孩子的名字。所以说您名下是没有财产的。没有。儿子知道您跟宋女士交往吗？知道，而且他们俩关系特别好。行，那我听明白了。这个相信爱情不相信婚姻是个什么概念？我是这样想的，赵老师。我觉得2个人如果好的话，也可以爱一辈子，就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最后，可能也没有婚姻的这件事儿，但是2个人的爱情始终没有断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他不行，因为那时候我小啊，我没有这么多想法，没想那么多，所以我就答应他了。那我也不能。你看你现在说你这个说变就变，那咱俩现在结了婚以后，你会不会又变了？我又想要孩子了。刚开始那再过几年你又变了，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要分开。你跟我之前失败的婚姻有什么区别？刚开始咱俩是在谈恋爱，可是一谈3年了，谁3年还一直谈恋爱呀？要当初我跟你说的，我谈恋爱谈一辈子不结婚，你觉得行啊？那我现在想法变了，我只是想不结婚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不要孩子是为什么？我还得问一句。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17岁了，刚才也跟您说了。没有啊，他也想做一个女人，做妈妈，可能他也想完整，为什么不呢？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事儿，但是我现在不想要孩子，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养过一个孩子了，而且他实际上马上就要成年了。我知道养一个孩子，如果你想好好对孩子好的话，你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时间、金钱。我今年已经41岁了，收入也没有原来那么高了。那我现在如果再和他要一个孩子的话，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所以对您来说，我曾经有过的，我不想再重复一次。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是觉得说2个人在一起，这个感情它才是纯粹的啊。我一直对你好，跟你一起浪漫的这样过，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可是对他来说，可能领个结婚证不是一样也过吗？也可以浪漫吗？这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有变化呀！啊，爱情是2个人的，婚姻是2个家庭的。哦。因为我离婚的时候，是前妻说了一段话，我从来没爱过你。我问他你不爱我干嘛跟我结婚，干嘛嫁给我？当那会儿我小，我不懂，所以他刚才也说了，他现在变了。
我也怕这个事儿。他没结过婚，我已经离过婚。那你不害怕突然有一天他跟你说我小，我不爱你了，我走了，你不害怕？那种一样的吗？那种离开对他来说没损失。我们两个结了婚以后，如果我们两个要办离婚的话，那他也变成离异了。我不希望他有这样。是因为就谈了3年了，觉得必须得结婚了，还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开始不确定我们俩的情感，我想通过结婚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更紧密，到底是哪一种？我不想以那个女朋友的身份一直跟他走下去，我想成为他真正的媳妇儿、真正的老婆嘛。而且这个我父母也比较着急，因为今年我都28岁了，我也耽误不起。而且当时我跟他在一起时，我父母是不同意的。我不顾一切的说啥我都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能给我个交代吗？你就不能为我父母想一想吗？其实你说那么多还是，你看你现在回到父母之前，你又跟我说什么朋友怎么看我呀，怎么的？你为什么两个人的爱情不能两个人纯粹一点呢？非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不，你这不能偷换概念啊！你活得也不纯粹啊！你不结婚就是别人的眼光啊！你说呀，两家人的事儿啊，我要给这个交代，给那个交代，你们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因为进入婚姻以后，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所以我其实就想问女生哈，就咱们抛开父母催婚，抛开社会环境，你们俩现在相处的怎么样？他对我很好，一直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奋不顾身的，就是现在特别想嫁给他嘛。我来问问先生啊。怎么样啊？一直都很好。说实话，赵老师，以我现在的这个条件，能找到一个说人愿意对我好，愿意和我在一起，挺不容易的。而且他对我也是确实挺上心的，我也不想跟他分开。也就是说，他对你基本上面在尺度分寸上面把握的让你都很满意，是这意思吧？对。他这方面把握的怎么样呢？之前我俩在一起，快2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那个不叫联系，好吧？怎么不叫联系？那怎么叫联系呢？那只不过是之前有的微信没删掉啊。既然都分了，你为啥不删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那加了所有的微信的人，我都不会主动去删别人，我觉得这不礼貌啊。怎么就不礼貌了？既然俩人分开了，就要分得干净，分得清楚啊！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不，有微信怎么了？有微信两个人之间也从来也没有什么暧昧，也不说话，也不联系。谁说从来不联系？不联系我会在意这事儿。他没联系你吗？那联系那不是有事儿吗？没有事儿，他从来没联系过呀。你们都分开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赵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在他之前有一个前女友，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赶上他家里这个装修，然后去装了一个宽带，我陪他一块去的，结果他没带着身份证，他就拿着我的身份证给家里办了一个宽带。这样呢，我们分手之后，那个过了1年多的时间，他那2年的合约到期了，他要去办过户，所以人家就在微信里说了这么一句，这个都是已经分手1年多以后的事了。然后我说行，结果他看见了，就说我们两个有联系，怎么着了。而且我的手机对他来说不设密码，然后我里边所有的信息我也不会删掉，也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他就属于一点隐私不给我，想看拿起来就看。如果你要做到让我完全相信，我会去一一查你手机吗？再说了，你跟你前女友联系，事儿解决完了吧？解决完就完事儿了，删除吧，就以后再不联系就完事儿了。你说完我就删了呀。那不是我逼你删的吗？我不逼你删，你会删吗？还有这个事儿咱不说，那为什么你最近发我朋友圈发我单独的相片，你为什么屏蔽所有人呢？这个张老师我还得跟您说，我跟他说他理解不了，因为我在这个朋友圈子里也好，还是外人的形象里啊，基本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的这种了，所以平常说话也比较没有那么细雨天生的说一些特别浪漫的话呀，或者特别腻的话。但是我又想让他高兴，我想让他让他证明说，你看我在公墓，我们两个，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两个的照片。如果只是照片的话，我就公开了，但我加了好多那种特别腻的话，我又觉得别人看见肯定会笑话，所以我就把所有人都屏蔽了，只有他和我能看。你既然想公开，你就别怕别人看见啊，那有什么的呀？咱俩秀恩爱还怕别人看见吗？有意思了啊！还有什么让你心里不舒服的？我们两个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的事儿啊。他总跟我说，你把你所有的钱放在我这儿，我们两个钱放在一起。他的那个想法就好像说，一个家里边的这个经济大权就应该有一个人来掌管。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对，因为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嘛。我们两个在一起，他刚才说衣服啊什么，他不允许我买，我不是给自己买，我给他买，不让。然后所有的东西只要买啊，这个衣服好看，那要找这个衣服的话，有18块钱的，不买20的，永远买最便宜的。这不过日子吗？对呀，我也把这钱省下来不好吗？但是我是这样，因为我到了这个40岁的年纪，我是觉得你所有的这个生活用品也好，穿着也好，吃也好，要和你的这个生活收入是相匹配的。
我也开始觉得说，你应该觉得慢慢享受人生，你不是说你把所有的积蓄钱存起来。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愿意去享受人生。如果我有一点积蓄了，我可能想旅行一下，去外面看看，能穿的尽量舒服一点、好一点，我就穿的舒服一点。他不行，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买一件200块钱的衣服，强迫我一定要把这衣服退掉。所以我就觉得他已经消费愿到这种程度，我不可能把钱交给他管。还有，如果他过生日了，我要给他买一个礼物，给他一个惊喜，我是不是要伸手说，来，媳妇儿，你给我2000块钱，然后我去给你买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或者说，就算生日礼物买回来了，这个钱是我们2个共有的钱一块买的，那这份生日礼物等于他出了50%，我出了50%，那个就不是我的心意了。你总有你的理由，我就觉得现在你不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对我的一点都不信任，你知道吗？我就想我俩钱放在一起，我帮他管一管，而且他平常花钱特别大手大脚，他经常请朋友吃饭，然后朋友请他吃饭，他都抢着结账。这个是互相的呀，也别人请我的时候，我肯定要请别人啊。那你朋友请你的时候，你也抢着结账啊？不是抢着结账，那个只是礼貌一下，我又不是每次都我结账。那你结的多呀，还有每次他的微信朋友管他借钱，只要管他借他就借。如果你把钱放在我这儿，我是不能控制你一下呀。是你帮我保管，我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呗。什么叫一个朋友没有呢？不，你怎么不懂得？你该借的借，不该借的就不借。你怎么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你为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儿。我值得100，他值得200，他值得1万，在我心目当中。那你很有钱吗？你很有钱吗？我们不是很有钱，但你人要学会感恩啊。你现在是单身吗？你不是单身吗？你现在还有我呢。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你借别人钱不还，然后那我怎么想？你把我当空气了？问题咱们2个生活在一起，你所需要的，你想要的要求，基本上我能达到。我也没管你要什么，我没要求你什么。对呀，那个钱他不是说我就要留下来养活咱们2个要吃饭要活下来的钱啊。这个咱先不说，那你玩游戏呢？玩游戏你就用手机玩呗，买各种游戏机，而且还很贵。是我承认我玩心比较大，但是我没有其他爱好，我除了喜欢这些电子产品以外，我没有其他的爱好。那你消费太高了吧？玩游戏当中，我想跟他说会儿话，从来都不搭理我，而且跟我吼，跟我俩急眼啊！别打扰我打游戏，你那是干啥呢？不是说别打扰我打游戏，赵老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玩游戏的这件事它不是完全就是玩。第一个他说的那个手游的问题，有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游戏。它可能变成了一个社交软件，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要去谈一些合同或者谈一点合作，人家不会给我那个机会，你可能攻几次都不会理你。但是我通过别的角度可能知道，哦，那儿的这个老总特别喜欢打哪个手游，我可能就从侧面说，哎，您什么段位啊？回来咱约一局，一块玩玩。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电竞的一些现场解说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我要对那个游戏进行一点了解，所以要花大量时间去玩。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事儿，一边玩的游戏，我还要跟他想着我怎么去跟他谈这个合作啊，谈合同的事儿，然后还要这个手里边还不能停，还得展现出来你在这个里边多厉害，还得带动人家。你玩的凑你1次2次人不跟你玩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几个都在运转。那个时候他说，哎呀，你一天到晚就是要玩游戏，怎么样的。一个是打扰到这个脑子转的这个速度，第二个开的语音对方都能听得见，人就会认为说你这家庭环境里边你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或怎么样，他会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相亲，我怎么相信把我手里边这个项目或者交给你或者如何？我总觉得你在为你的玩游戏找借口，而且跟我吼，就是你这脾气应该改一改。我有口无心的，你也知道我什么人，我吼过也就过了，我就也不是说你吼过是过了，那工作的时候他也跟我吼，当着那么多人面，从来不顾我感受就过来喊。你们俩是同事吗？现在我俩有的时候偶尔在一起会在一起有工作。这个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好不好？好。就是私下里你指的他对你好，到底是哪一部分好呢？他就是生活当中对我特别照顾的细腻吧，因为我经常在外边工作嘛，也不固定一个地方，我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嘛，然后我的身体啊、手啊、脚啊冰凉的，然后他就每天就会给我打洗脚水啊，给我烫脚啊、热脚啊，就是非常照顾我。你们俩的这个职业圈子是有交集的，是吧？对对对。朋友圈有交集吗？朋友圈也有交集。朋友圈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女朋友。知道。基本都叫你叫什么呢？管我叫嫂子。好。嗯。我问你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哈，就是他可能一辈子他就这样了，他不能给你婚姻的承诺，你现在是离开还是留下来？那如果他是不能给我婚姻的话，那我就不能跟他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我也担负不起。就是你要离开，对吧？对，我要离开。对你来说，一段爱情的结果，或者叫一段爱情的终点是婚姻，对吗？嗯。对您来说，一段美好感情的坟墓就是婚姻，对吧？但我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那您现在所有的表态都是这样啊？他也不行，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听出来了，就是
其实你揪他所有的问题，目的是我们未来要结婚，我们未来要共同过日子，是这意思吧？是的。而您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我到这个岁数了，我应该过那样的日子，对吧？所以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在您的所有规划里面是规划的你们俩。对。在您的规划里面只规划了您一个人，没他。我的规划里也有他。啊，那规划是啥呢？在一起啊。那我问您，不结婚就分手，是结婚还是分手啊？我不想分手，但我不会结婚。啊，那说白了就是分手嘛。所以对您来说，你有1000条理由，他只有一定之规。在他的一定之规里面，就是我不能给你婚姻的承诺，我可以给你对你好的承诺。对。但是在他的理解里面，你对我好就要给我婚姻。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不说对错，我也说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他曾经也是像这位先生一样离异，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也跟我们说，他绝不会再结婚了，因为这种撕裂十分痛苦，不想再承受第2次。所以当时他有一个女朋友，就非常的难过，也跟我们交流了很久，说我们的感情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用婚姻的方式一直走下去？但这个男的和他一样特别坚定。若干年过去了，我很久没有跟他们联系。当我重新去年还什么时候跟他联系的时候，这个男生再婚了，而且还有了孩子，可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女生了。由此我们几个好朋友聊天，我们就说到，是的，时过境迁，他会改变，可能思想上他会有松动，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我说出来这个女生你会心痛，但是这是事实，他觉得不会为你修改规则，因为你不是让他觉得可以修改规则的那个人，你不是不可以修改规则，只是你觉得这个人还没有到你修改规则的时候，或者你认为不值得。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女生，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很坚定的话，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你要的是婚姻，我觉得2个人就不要互相折磨，因为你说到的都是除了打洗脚水之外，我听不到他对你有多好。其实是一种彼此的折磨。既然2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原则上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你们俩都如此决绝，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来，我们听听陆琪老师怎么说。你现在需求一个老公，他不想当你老公，完了，结束了，对不对？你所有的需求就是我要一个老公。他就是不想当你老公，他为什么不想当你老公？他不想分手的时候那么难过，那么痛苦，那么麻烦。也就是说，你的爱情是通向我们不要再分手了，他的爱情是一直惦记着万一要分手怎么办。你们都没搞懂婚姻是为什么。婚姻它不是爱情的保障，婚姻是因为2个人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为彼此付出那么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为对方承担一些责任。明白。所以他一直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我跟你迟早要分手，分手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那么麻烦？所以我不需要婚姻，需求的东西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明白自己的爱通向什么地方。好，谢谢陆琪老师。沙娜老师。都说婚姻是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可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不觉得出了婚姻围城的这个人不想再踏入这个围城。周群老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时过境迁之后，有的人会改变，但因为改变的那个人他觉得值得。我觉得说的更再直接一点的是，因为改变的那个人他足够爱，如果足够爱的话，他一定想要给你一份安稳感。女人和男人对婚姻的理解不同，女人觉得婚姻就是保障，但男人觉得婚姻是一份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他觉得我足够爱这个女人，然后我一定会给她这个保障。所以因为足够爱，我愿意站在你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问题就很明确，就算在你的威逼利诱之下，他跟你结了婚了，你觉得又能怎样？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保障吗？你们没有会遇到问题，面临离婚那一天吗？这个话谁都不好说。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个人是防患于未然，带着防备心在跟你交往，因为他预见以后会离婚；而一个人是活在当下。当时26岁的时候说好不婚丁克，可是现在我就要结婚，我就要孩子，状态不同啊。所以我觉得看到问题的根本，就能知道未来路怎么走了。谢谢。好，谢谢尚达老师。严老师，其实想要从爱情升华成婚姻，两个人要做到的是把欢愉转换为责任。先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我只能说他此时此刻非常自私。女士的需求达不到，是因为能力不够。如果你们足够相爱，多给彼此一些时间，也许就会发生像周群老师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这男生终于觉得说，我很爱这个女人，我的时机也到了，我愿意负这个责任。但也许你等不到。而女生也一样，如果你足够爱她，可以多给她一些时间，多给自己一些成长的空间。你现在的能力达不到你的需求，你就是没有让他产生了想娶你的决心，你就是没有达到他想改变规则为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也不用指责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跟我好了3年，我青春都不在了，你的责任何在？你的良心何在？没有那么严重。人和人的际遇不一样，经历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造就了今天的所想所为所做。我只能说很抱歉啊，你们的时机不对。这个男人现在只想享受和你的陪伴、欢乐、爱情，他就是不想承担所谓的责任。但毕竟男士你41岁了啊，结过婚生过孩子，咱还是要相对公平一点。所以其实女士，如果我是你，我自己审视自己，我很爱他，他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的生活还没有安定，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一份婚姻的责任，可以等。如果你足够爱他，你也相信他的爱情，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其实只想贪图和一个年轻女子和我在一起的那种欢乐、那种陪伴、那种激情，你可以走了，他不值得你等。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你自己要用你3年的时间去判断的，好吧？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我愿意相信3年来两个人彼此对这个情感都有付出的。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说，婚姻是为了保证人类或者一个族群正常的、优良的延续下去，这是它的第一大功能嘛，要不然就乱了嘛。这是第一功能嘛。第二功能就是共同抵御风险嘛。第3个就是陆琪老师刚才说的责任的共担嘛，愿不愿意担，剩下的事儿你们想清楚，然后把它说开了就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年。其实在一起3年多了，我真的挺珍惜这份感情的。我希望你能认认真的考虑一下，站在我的角度考虑一下，结个婚有那么难吗？我刚才听每个老师都在说我的问题，其实我现在每次再想起来我离婚的那段时间，我就会浑身发抖。老实说，可能因为我不够爱，但我知道我爱你。除了你，我也没想过再找别人。我只是现在真的不能接受结婚这件事。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行，好，请亮灯。好，谢谢2位，请回，请回啊，谢谢。唉。
来，请关门啊！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这对作何选择，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被爱情的。不是这个，我问一下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其实我还想给他点时间，让他认真考虑一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只是誓言 ，Marry me, my baby。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请亮灯。永远不会变。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请回，请回。请回，请回啊！谢谢，谢谢，谢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他特别有主意，总是不听我说的话，然后吃亏了之后还是不听我的话。我们之前还因为这个闹过分手。而且吧，他还总是喜欢买一些没有用的玩具，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上，一点都不为我们的未来考虑。我和我女朋友遇到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了，她就总是会拉高自己的腔调去跟我吵，在我朋友面前也总是不给我面子，遇到点啥事儿就总要嘲讽我、挖苦我，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觉得我管他是对的，我要是再不管他，我们那还能有未来吗？他这个人控制欲也特别强，如果有啥事儿呢，只要是不按照他的意愿做了，他这边就一定会去发脾气，这些事儿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天22岁，来自辽宁销售；小雨22岁，来自辽宁电商。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看着就特别和谐，都挺胖是吧？不是，就这跟胖瘦没，就是看着就特别搭，你知道吗？就特别好那种感觉啊，是吧？谈了多久了？谈了3年多了。哎呀妈呀，早恋啊！是同学吗？是同学。高中同学。哦，小学同学。哇，谁追的谁？我追的他。追了多久把姑娘追到手了吧？2个月吧。后来呢？后来就他变化挺大的啊，就因为变化，所以你来了是吧？对，他吧主意就特别正，然后就不听我说的话。哦，不听话。对，特别不听话。之前还因为这个事儿被骗了。哦，什么事儿呢？他之前就是不知道从哪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他就从人家手里要进那个模型，我就不让他，就是执意给人家打钱。那不主要不是想挣钱吗？你做模型买卖，销售模型的是吗？不是，我就是属于副业吧。模型爱好者是这意思吧？对啊。他就觉得那个东西能挣钱，然后他又去投那个东西，他就总觉得天上掉馅饼都得掉他头上那种。这个干好了确实挣钱。这也不算天上掉馅饼啊。之前因为我朋友什么的确实做这个挣过钱啊，然后我就是想跟着他学嘛，然后也一起去做。模型很多，你们做什么模型啊？手办类的，像是那种树脂那个汽车模型之类的那种。明白了，明白了。主要是吧，主持人他被骗啊，你知道吗？第一次给人打完钱过去之后，东西没收到。他还想借钱去给人家打，主要第一次不已经出单号了吗？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说我才接着去进的。他什么他都觉得靠谱，他有一个他觉得靠谱一朋友给他坑了，怎么回事呢？他想管人借钱，他那个朋友就管他借车，说是朋友，其实就才认识不几天的同事，然后车借给人家了，钱也没借过来，我不让他借，他就非要去跟人家交换这个东西啊，主要是我不借车，他确实不借我钱嘛。你这借车是只开一下呢，还是只开1年呀？就是借了2天。他说开2天，实际上开出去好远，然后
让我们去特别远的地方去取，当时还下着雨，回来的时候车差点都掉到那个沟里，哪有朋友借钱会这么借呀？那是朋友吗？这种东西不属于互惠互利吗？啊，借你了吗？没借，结果还是被骗了。请大家记住啊，但凡说把车借我开开，我借给你钱的，他肯定是没有钱嘛，要不然他问你借什么车嘛。对，然后我第一次不让他打，他还是打了；第二次不让他借车，他还是借了；第三次他又去借钱了。问谁借钱啊？我不知道他跟谁借的，他又借钱给人追加过去了。啊。就是跟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不是你这个做买卖，你得拿自己的本钱，你靠借别人的钱来，这不太靠谱啊，兄弟。第一回是拿自己钱，但是我主要不是还是想挣钱吗？那货不是没到吗？但是他不发单号了吗？那你也得查，你要是这么大一笔货，你得看他在路上有没有走啊。主要是之前没有过这种经历嘛，就是被骗的，这回第一回是比较惨的。哦，一共被骗走了多少钱？加一起差不多6万吧。这，你觉得他不听话是吧？对，而且我觉得他主意特别正。你说哪有三番两次告诉他好话他都不听的？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然后你说被骗了的话吧，他还是不听话。我让他去报警，他就不去。我觉得说这东西吃一堑长一智嘛，就是当认了呗。就那你得报了警，你再吃一堑长一智啊。我就是觉得说，就当长个记性了就算了。然后那他再出来骗陆琪老师骗我呢？我们也傻，我们又上当了，你得为我们想啊。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咱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肯定也不带说是再去做这么傻的事儿了。然后他就还是拿这事儿来提。我明白了，你也别老提了，反正事儿过了哈。主要是吧，这事儿当时我都真气得不行了，我当时就和他分手了，就拉黑所有联系方式了。分手了？对，谁碰到这事儿谁能接受啊？是。正常有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哎呀，我觉得真的太傻了，这种行为。你看，陆琪老师笑得非常。我20岁的时候被骗得惨的，我跟你说，比他惨多了，几10倍，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人生总要摔跟头啊。拉黑之后怎么又好了呢？后来他就又追我嘛，然后就是认错啊，态度特别诚恳。对呀，姑娘，你怎么还被他骗呢？骗一回跟他好就得了，怎么又被他骗了呢？当时可能就觉得啊，他可能长记性了，他也吃亏了，应该有所成长吧。对，那你长记性了吗？我没长记性。那你成长了吗？我没成长。所以说，生活里面要被骗嘛，孩子啊。对，他还是不听我的话。不听话。我们和好之后，他就买玩具，买特别多玩具。我跟他在一块儿这3年，买玩具就没断过。有照片吗？那都是你的玩具。以前买的，不是最近。有吗？男孩喜欢的、女孩喜欢的，他都买。不多，这都是一部分，有的都没给他留下罪证呢。还好。主持人早知道他这样说，把这照片拿过来，我应该把他那化妆品的车啥的都给照一下，也发过来。他照发呀，我不知道他照相发过来了吗？他就是无赖。你说那女孩谁不买啊？谁不用啊？他这玩具有什么用啊？用得上。以后有宝宝给宝宝玩。对呀，全家。他根本就不为我们俩未来考虑，买这么多玩具怎么成家呀？都不知道攒钱。但你说谁喜欢模型，也不可能说就买一个吧，对不对？我不知道主持人您喜不喜欢模型啥的。就是我觉得说，你还问着了，我跟你说，你还问着了。对呀，就是说这个收藏，我不买，就是不买，我现在就看看。确实是喜欢看着，就是摆在家里边也舒服。不能摆家里，要攒钱，现在知道吗？对啊，你说放在家里又占地方，然后又烧钱，你根本就不为我们俩未来考虑，你还说你想跟我在一块儿。我现在最近也没买啊。你可没买了。啊，他怎么没买啊？我们之前有一次去逛街，他就想买那个小积木，我当时就没让他买，然后我觉得他就一直怀恨在心。之后有一次我们再去的时候，他趁我不注意，自己偷摸买了10几袋。那怎么能是怀恨在心呢？我觉得他就是报复我。那喜欢模型确实是我就看上了，我就想要啊，而且说。那一个也不是特别贵嘛，就是也影响不了什么生活质量啥的。对，我倒是看他模型里面确实没贵的。对呀，那他说不买，他还在继续买。前天晚上他又买了一个小玩具，他就是说是不买，实际上从来都没断过。不是，你就给他买点呗。那个是可以升值的，是可以挣钱的。不是你买这个都升不了值，我看了没一件是能升值的。对，他总觉得他买玩具能升值，他从来都不去。把这些玩具处理了，又占地方，然后又烧钱。
你说俩人想好好在一块儿，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攒钱买房子啊，然后以后结婚什么的？是。他就根本就不为我们俩考虑。主持人，他那口红我跟您讲，一箱子一箱子的买呀。我现在一买就10根10根那么买。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是不是应该考虑谈婚论嫁了？是应该考虑啊。那你拿什么买房子呢？你攒钱了吗？那现在不也一点点攒吗？这不之前不赶上特殊时期了吗？把存的钱都花了，而且说我确实没工作多长时间，积蓄啥的肯定不多呀。租房也能结婚，不一定非要买房。我告诉他让他倒插门来，他还不干。不是倒插门啥意思呀？就是我说他可以来我们家里，他又不同意。主要我是家里边独苗啊，他说不影响你去他们家，这有啥？他说以后孩子也得跟他一个姓啊。那是我也是独苗啊，你倒插门，我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跟我姓啊？那你不是有兄弟姐妹啥的吗？那都是表的、堂的。哦，你们其实可以生俩娃嘛，一个跟你姓，一个跟你姓不就完了？为啥？我不想生俩呀。哎呀，你这姑娘还条条框框还挺多，而且我觉得说我现在就在家里边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这要是再倒插门过去，那我估计我这后半生会很压抑，很压抑。怎么没有地位了？我跟你说话，你都按照我说的做了吗？主持人，我跟您说，他脾气特别差，平时在朋友面前啥的也不给我面子。有一次呢，我跟我朋友打电话，我说商讨开个面馆，就是可以雇人啥的嘛，当个副业啥的。然后呢，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说，他就说你这肯定做不好，做一阵就倒闭，肯定什么干啥都干不成。然后我朋友就搁电话那边去笑，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搞得我在朋友面前就是现在我一去我朋友面前，人家就是都知道我咋回事啊？咋回事？没地位呗。啊，没地位嘛，对吧？对啊，主持人，你说他都有前车之鉴了，他是不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攒钱了？是。他不啊，他兜里1分钱没有，他就跟人要谈合作。你说拿什么谈呀？我也没说现在要做吧，是不是得有个目标啊？你以这个为目标，你去努力的话，你是不是更有干劲儿啊？那你想跟我结婚就不叫目标了吗？那你告诉我结婚的前提，你不是说必须得买房吗？我没说结婚的前提必须买房，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定的标准啊。是要不就倒插门，所以我肯定得着急挣钱。哎，你家有房了？我家有房啊。你家有车了？有车呀。你没房？我没房。你没车？插门就插门呗，你想不明白这事儿。对啊，我都给他提供选择了，他不同意啊。对，我听明白了。女生的意思就是你赶紧把我娶了。嫁妆什么我都给你贴，你来我们家一住，过上小日子，你愿意干嘛干嘛，是他急着要结婚。哦，你不着急啊？我不着急，我觉得你要是把这个提上日程的话，你不会天天想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就应该踏踏实实的。那像你说的，那肯定是谈恋爱，肯定是要以结婚为目的嘛，对不对？那不是我着急结婚呢，就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啊，刚才你们上面那大哥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啊。我觉得你说你要是不把结婚提上日程，那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就是浪费时间呢。我这不也提上日程？我现在也没乱买什么东西啊。提上日程，你攒钱了吗？工作这么长时间，你攒下来了吗？这不正在攒呢吗？他根本就没有存款，然后还欠了一屁股。主要是你现在不是也没有存款吗？但是我可以让你贴呀。那我不想贴吗？平常是不是老管着你？对呀，他那控制欲是不是特别强？是啊，比如说有一次他去我家啊，我不养猫吗？哦，他就让我铲猫屎。我那天晚上呢刚下班，然后我合计说待一会儿呗，歇一会儿，我也没说不铲，我也没说铲。然后呢他就跟我吵。主持人，我根本就没跟他吵，他特别梗，他这个人。就是你跟他说话吧，没有回应。我叫他去铲猫屎，我叫他3遍，一点回应都没有。你说人和人沟通哪能这样啊？是不是？你是怎么叫我铲的？我就说你起来去把猫屎铲了。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起来把猫屎铲了。那这种话也没什么问题吧？我叫他铲，我叫他3遍，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回应都没有。你叫谁呢？叫他呀。没听见呀。他不可能没听见，他就窝在屋里玩手机。不是，我是真没听见。起来。铲猫屎读主语啊，谁起来铲猫屎？对呀，我也不是说你家养的狗啥的，养狗还哎一下呢是吧？对呀，你看我们这挑拨离间的多好。然后问你呢，为什么不叫他呀？我叫他了，他不动啊。然后我你是揪着耳朵叫他，还是隔着说起来？我刚开始都是好好和他说的，他一点回应都没有。然后我就开始进屋里揪他起来，让他快点去铲。他就觉得我在和他吵，不说猫屎啊，他还特别不讲个人卫生。
每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那个臭袜子一地撇的都是。那袜子等到时候洗的时候一起扔洗衣机里不就完事儿了吗？我也没说满地随地撇，我就是说堆成一堆了，然后放在那儿了。你说哪有臭袜子满地堆的呀？这是正常人能过的生活吗？他还特别的生活也不注意，就是特别能吃能睡的。不是能吃能睡好，身体好啊。不啊，他身体一点都不好。他之前我们有一次在一块玩的时候，他就玩着玩着突然就高血压了，就坐都坐不住了，就得在屋里躺着。那不就那一回吗？我知道的这一回，我不知道的说不定有多少回呢。而且我现在这不也正在减肥吗？你怎么减肥了？我天天做俯卧撑，怎么就不是减肥了呢？不是，他是减肥了，他怎么减的肥呢？之前我跟他分手那段期间是瘦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怎么瘦的。他不知道搁哪儿又认识了一个人，从人那儿买了好几千块钱减肥药，自己在那吭哧吃，瘦了点儿，然后不吃了之后，他又开始这样一直胖着。主要是那光吃减肥药他也不可能瘦啊，那肯定也得控制饮食啥的，也得节食嘛。而且说吃减肥药这事儿吧是不对，我现在这不也不吃了吗？也停了，天天就做锻炼呗。他从来都没控制过饮食，他就是总想吃这个吃那个的，就是一顿饭吃300-500。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啊？一顿最多2碗好吗？要不然他就去下馆子。他也不知道攒钱，从来都不考虑我们俩未来。主要是下馆子，我看你吃的比我还高兴呢。在吃的问题上就不要互相指责了啊！姑娘，你今天来干嘛来了？我听了半天这么琐碎的，你来干嘛来了？我就希望他能听我说话，然后就是尊重一下我的想法和意见，别我跟他说什么他就跟我反着来。啊，行啊。那我就是想让他控制点脾气，不那么横，态度能好一些。还有就是在我朋友面前能稍微给我点面子。哎，想嫁给他吗？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得考虑考虑。你是想好下去，还是想分开？那他要是改不了了，这脾气会越来越坏。那我肯定是也忍受不了了。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挺有趣的，但是，可能对现在的你们来说，你会觉得，哎呀，特别是女生会觉得，我谈恋爱，我那么美好的幻想放在你身上，你怎么不给我实现呢？对吧？我的青春就这么短暂，你就不能想一下，你在这个时间里要对我更好，在恋爱的时候都这么对我，那婚姻里我更无法想象了，是不是？所以我理解女孩子的想法，而且真的，我想跟这个男孩说，就是女生和男生相比来说，他的青春确实是有一定限度的。我觉得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心灵来说，他其实会比男孩子更早熟。通常他进入婚姻之后，他的角色会很快转变，可能青春就貌似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心态都会变化。所以在恋爱的时候，真的就是像席慕容说的，当你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他。他在这么美好的岁月里，把这么美好的青春交付于你，一定是不希望和你每天都这么斗气的，他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很幸福、很甜蜜的呵护和宠爱的。哪怕你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都没关系，愿意和你在一起。可是你要知道，他需要被疼爱，这种感觉要在心里，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我觉得你们没什么大问题，小矛盾可以解决，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就感觉是什么？就是两个人过家家，突然之间那女生恍然大悟，咦，不对了，我们长大了，你怎么还在跟我过家家呢？你怎么不去挣钱呢？你怎么不去买房呢？那突然之间有一天他明白过来了，他觉得我是在一个真正的生活里面，是吧？我不是在跟你过家家。这个时候我就问你，小天，我问你，你今天告诉我你的事业是什么？销售。销售是职业，你的事业是什么？你人生里面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愿意为之学习的事业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挣钱，没有别的。挣钱是事业吗？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你懂吗？如果你喜欢手办，喜欢玩具，为什么不坚持下去？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行业？你为什么不投身于这个行业，先去找一份这个行业的工作？既然你喜欢它，你觉得它未来是有前景的，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人生或者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到这里面去？
可以做生意，可以被骗。我20多来岁的时候比你厉害多了，我20来岁的时候被人骗了上百万啊！那么有钱，我赚呢，我赚呢。哦，你20多岁被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会做生意更正常。没有人生下就会做生意的，但是为什么你就轻而易举的就放弃了呢？你没有思考过你的人生，你整天都在跟这个姑娘谈恋爱，她现在不需要你跟她谈恋爱了。他现在需要你去找到你那个事业，找到你那个人生，找到一条你能走的路，明白吗？明白。你不仅是没有展现出你的能力，你甚至于没有想要去培养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我是他爸，我也会质疑你，你不就是把自己往一条窝囊废的路上培养吗？你想当窝囊废吗？不想啊。所以你今天回去之后，明天他爸妈来问你，小伙子，你的事业是什么？你怎么跟人家说？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人生在哪，不要天天谈恋爱，好好想想事业是什么。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莎娜老师，女生控制欲太强，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按照你的规则来呢？你给她提的那些要求，不许玩手办，不许买那些东西，要减肥，拜托你变通啊！你陪他一起去健身减肥啊？你怎么不减肥啊？你不让他买那些玩具，你别买口红啊！你让他为你们以后的生活做打算，买房买车，你做了什么打算呢？所以我觉得控制欲和自控力是相辅相成的。当你想要掌控这个控制欲，对别人有这个控制欲的时候，你要先对自己有自控力。你这个自控力起来之后，你才有资格去控制别人。但是换回来说，没有人是受谁控制的。当你越想掌控一个人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感情需要沟通，需要疏通，需要变通。怎么变通？当你达不成这个目的的时候，你硬磕是来不了的。你想让他减肥，你陪他一起去；你不想让他买手办，你告诉他可以买，但是咱们先完成一个什么目标，然后咱们再去买。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想想办法，如果想要让两个人再好好的走下去，你要学会变通。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严老师，其实我真的看着你们两个挺着急的，因为你们确实是两小无猜，但很快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变成相看两厌了。我承认你们有美好，有青春，但是现在你们该何去何从？未来又应该如何规划呢？其实你们都没有。正所谓，对男生来说，细节决定成败；对女生来说，情绪改变一切。男生在细节上处处和女生的想法都不一致，所以女生越来越多抱怨。而女生越来越多的抱怨，越来越多的情绪，慢慢在改变你们的关系中的一切。她是不正面跟你冲突，但她心里一直在对抗。你说这样，她表面上好，其实什么都不做。你没有发现这已经变成你们现在相处的一个常态了吗？较劲，已经从原来的一起成长、简单快乐，变成了彼此的较劲。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长大了，我还在不愿意成长。你们俩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是不一样的。女生有觉醒，但是你却把觉醒变成了抱怨，上来就絮絮叨叨。一个22岁的姑娘，我不知道怎么那么爱絮絮叨叨呢？而男生，你把懵懂当成了糊弄，你还没有想到说我将来的人生是什么，事业是什么，我该如何面对家庭，怎么去担当我们家庭的未来。但你不能糊弄他呀。你看你时时处处做这些事情，能糊弄就糊弄，能躲就躲，能这个怎么着，自己不长大就不长大。人家说了3遍去铲猫屎，听不见，是他态度不好。但你呢？这本来就应该是自觉自愿的事儿。大家把生活的细节分担好，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完完全全都实现不了。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也建议的是，不要再去说什么结婚的事儿了。22岁啊，有多着急啊？今天的着急就变成日后婚姻中的大麻烦。先想想自己
自己的生活，我的工作怎么安排，我的生活怎么安排。男生也是啊，究竟我要怎么赚钱？我是应该学些什么技能，还是在工作中多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婚姻的事往后放放，好吗？女生一定要记住一点，跟父母啊独立而不依赖。你以为让他倒插门是你的本事啊？你肯爸妈呀。你们俩之间，恋人之间，依赖而独立。情感上面一定是依赖的，互相依赖对方，但是生活上一定要各自独立呀。你们都活得太不独立了，而且别着急，不管是情感还是事业，因为你们还很年轻，22岁。有人说22岁不年轻了，但是在我看来，22岁就是年轻人，就需要摔打。你们俩也许走不到一起，但是你们要在这段恋爱当中成长，好吗？彼此成长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深情热恋。我觉得你总是不听我话，我真的就挺接受不了的。你要是好好的多听我说一说，多按我说做一做的话，不那么再装傻，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觉着你好的时候特别可爱，然后对我也都挺温柔挺体贴的。如果你能把这些脾气什么的都抑制抑制，克制一下，稍微在我朋友面前能给我点面子，我们俩还能在一起。如果你要是还是这样的话，那就好聚好散吧。我觉得那我们就都好好想想吧，好好考虑考虑吧。行，好好想一想吧。工作里有无形的危机。还没听懂，白说。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啊，请回。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结果。哎呀，啊，一个都没来。我倒觉得，我更愿意相信他们那段话，再给彼此一些时间。对，这可能是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包括今天老师们问男生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帮助一个男孩在成长。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的女朋友比我大7岁，她呢是我的公司的领导，但我真的很爱她，而她却跟父母朋友都不愿意透露我们的关系，在别人面前我们要装得像普通的同事一样。我也知道跟他们公司合作的那个公司老板呢是在追求她，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不愿意透露你们的关系，就说明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段感情，在他的心里一定是负面的东西大于正面的。所以一段感情当中带给他负面的东西更多，那这段感情一定长久不了。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